这是一张拍摄于朝鲜的照片，照片中的老头不是朝鲜人，而是美国人，他胸前带着金日成的徽章，旁边的标语是粉碎美国的核战争挑衅。而当所有这些元素集中在一张照片上的时候呢，事情就开始变得有意思起来。这个老头名叫詹姆斯·约瑟夫，他曾经是美国陆军的一名士兵。1962年，詹姆斯从韩国叛逃至朝鲜，直到他去世的2016年，詹姆斯在朝鲜一共生活了将近54年的时间。那么詹姆斯为什么要叛逃到朝鲜？他在朝鲜的生活又是怎么样的呢？1941年，詹姆斯·约瑟夫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，童年和青春期非常的悲惨。小时候经常被父亲殴打，长大后跟随母亲四处流浪。几年之后呢，他被姑姑收养，但是生活依然非常的困难。17岁的时候，詹姆斯参军，希望因为参军至少可以吃饱肚子。在同一年，他和女友登记结婚，但不久呢被派往西德去服役2年。回来的时候呢，他发现妻子已经嫁给别人，并且育有孩子。愤怒和绝望之下，詹姆斯请求上级将自己派往最危险的区域，于是呢，他就被调到了朝韩边境的板门店。原本以为这是一个苦役，没想到在韩国，美国士兵受到非常好的优待，于是詹姆斯就成为尊贵的洋大人，并沉迷于各种享乐。他经常逃避执勤，并且伪造签字来外出去寻欢作乐。因为违规的行为呢，他被送上了军事法庭。为了不被遣返回美国，詹姆斯选择了叛逃到朝鲜。那么就在开庭前的3小时，詹姆斯越过边境，穿过雷区，成功的到达了朝鲜，并被朝军押送到了平壤。到达平壤之后，经过审问，朝鲜发现说詹姆斯只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，于是安排他和另外叛逃的3名美国人住在了一起。出于宣传的需要，所有这些美国人在朝鲜的衣食住行都无需支付任何的费用，但他们需要拍摄宣传资料，录制投降的一些广播和视频的资料。最初的生活其实还是不错的，但是久而久之，枯燥的生活让詹姆斯等人萌生出了逃出朝鲜的想法。4人曾试图通过苏联驻平壤的大使馆出逃，但是都被苏联的大使馆所拒绝，并且遣送回了朝鲜。但是呢，朝鲜并未处罚他们，而是加强了思想教育，甚至为他们分配了欧美籍的妻子。那詹姆斯迎娶了罗马尼亚的画家多伊娜。多伊娜原本是被邀请赴朝鲜参加画展，但却被迫留了下来，并且与詹姆斯结婚。结婚之后，詹姆斯彻底放弃了出逃的念头。那么经过多年的再教育，他逐渐认同了朝鲜的体制。詹姆斯甚至还表示，给我10亿美元，我也不离开朝鲜。在朝鲜，詹姆斯出演反美的电影，饰演美国鬼子的角色，深受民众的喜欢。他还在大学担任英语老师，并且参与了翻译很多朝鲜的著作。即便是在朝鲜的饥荒年代，詹姆斯一家也得到了优待。他与多伊娜有2个儿子，泰德和加布里埃尔。2个兄弟长大之后呢，也加入了朝鲜的军队，并且在2016年詹姆斯去世之后，2个兄弟通过 YouTube 发声，表达了对朝鲜体制的忠诚。至今，詹姆斯的这一段历史仍然被朝鲜当作对外宣传的一部分。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，共有7名美军叛逃到朝鲜，詹姆斯是其中生活最久的一位。而到了2023年，又有另外的一枚驻韩美军进入到朝鲜，但这一次呢，情况完全不同，朝鲜直接将其遣送回美国。詹姆斯的一生究竟是感受到温暖而留在朝鲜，还是在逃避现实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也许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好了，这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故事，我们下期见。